我觉得说，实际上，中共现在并不存在这个有人能夺取习近平位子的这种可能性，这可能性基本上是可以完全排除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共高层的权力控制制度，因为你不了解这些权力控制制度，凭想象会以为说各种可能性都存在啊，但实际上。你了解我下面讲的这些中共如何控制权力的，就控制最高权力这一点，那么大家就会明白。那我以前在节目里谈到过，中共领导人这个最高领导人权力基础，一个是军队掌控军队，一个是掌控情治单位。那么，就算这两个军队和情治单位都控制住了，那么他每天的日常的权力控制是怎么做的？那么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呢，他是通过直接掌握中共中央办公厅下面的3个部门：警卫部门、机要部门和保健部门，来监控其他的高层人员。那么最高领导人掌握了这3个部门，其他高层人员的个人安全就完全掌握在最高领导人的手心里了。那我下面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可能我今天解释这些内容，一般人台湾的很多观众基本上是不知道的。那么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中央办公厅啊有3大部分业务。第一部分是秘书和机要业务，就是它包括秘书局、机要通信局、机要交通局、档案局。这一部分呢，就秘书机要业务人数最多，业务量大，涉及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来信来访等等事情。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负责最高层领导人的生活服务，包括这个保健、医疗和这个家庭的，还有这个日常的饮食等等的，这个食品的安全等等。那么第3部分就是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那么这里我又刚才提到的这个机要部门啊，有2个局我提到，但是可能要稍作解释，因为台湾的观众可能完全不了解它是干什么的。一个是机要交通局，机要交通局是负责传送机要文件的，机要交通局呢是负责机要通信局是负责高层的2个电话系统。那么其中有一个是高层的这个保密电话系统，因为它都是使用红色外壳的电话，所以被称为是红机电话，主要是装在这个部长以上的官员的办公室里头。那么他们家里可能也有。这个红机电话系统，我现在讲是毛泽东时代以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么这个红机电话有单独的一种4位数电话号码，与外线是不通的。那我是因为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工作过1年，所以呢，办公室里原来就有红机，旁边还有一本红机电话号码本，那么可以直接就看到中共所有高层人员的红机号码，包括邓小平家的号码。那么刚才讲到的还有一个电话系统由机要通信局管的，它到1980年代结束的时候，它还被称作叫39局。就是当时北京是6位数电话号码，那么这个电话号码局的前2位数是39，它装在什么地方呢？装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宾馆，还有玉泉山招待所这么几个地方。那北京的官场都知道，谁的办公室电话属于39局，那么他的办公室就在上面这几个地方。那39局的电话表面上是属于室内电话，其实是单独归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管控的。什么叫管控？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对所有的红机系统和39局系统的电话都监听。我举一个例子，1985年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时，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南楼上班。那么那时候有一次，家父曾经从上海打一个电话给我，到我办公室的39局电话，就是问说这个到马来西亚开国际会议的签证要怎么办？因为名义上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建交了的，是可以申请签证，但实际上几乎马来西亚不批准。那么我当时就
图方便，翻了一下宏基的号码本，就用宏基直接打到外交部值班室。我问他们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么对方的答复是说，事实上因为中共长期在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在马来西亚搞颠覆活动，所以马来西亚基本上不给中国人签证。那么事后这个电话打完本来也很平常，我的所在的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出于好心，特地提醒我，他说你以后不要用宏基打电话了。我说为什么？他因为有监听啊，就他是因为是同事。他就跟我实话实说，这样我才知道说哦，所谓中共内部的保密电话其实也是被监听的。那么，当时中共还有一个保密制度，它规定是说，凡是机密事项不得用电话传递。那么接电话的人要首先问清对方的姓名和所属机关，然后才能回答问题。那么我因为用的是宏基，所以外交部值班室呢就直接回答了，他觉得用宏基打来应该是可靠的。但实际上呢，他当时回答的对我回答的那个内容啊，有一点点涉密，就是把中共的底露出来了。就是中共一面和马来西亚建立外交关系，一面在那边支持共产党颠覆马来西亚政府。那毛泽东时代呢，毛泽东是通过他的亲信汪东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替毛泽东就掌管中央办公厅的3个部门，就是刚才讲的警卫部门、机要部门和保健部门。这3个部门实际上就是中共最高权力控制者，就最高独裁者控制权力的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个中央办公厅的警卫部门，它是负责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宾馆和玉泉山招待所这几个地方的警卫。那么我在80年代这个地方我都去过，所以了解一些情况。特别是像人民大会堂，因为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1年，每天早上要从北门进去，一直穿到人民大会堂南门的办公室，下班又要从南到北再穿过整个人民大会堂，所以我对里面的人和事呢是有一些了解的。刚才讲的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和玉泉山招待所这几个地方都是高层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像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呢是办公地点，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住在人民大会堂里面。那钓鱼台宾馆和玉泉山招待所呢是这个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高层工作和居住的地方。那么警卫局它是可以通过值班警卫和随车警卫完全掌控每个高层人员的日常活动，所以中共的高层彼此之间是不方便私下见面，说我到你家串门，那是受监控的。当然也有高层人员是住在北京市区的专门住宅里，那么他的警卫也是中央警卫局派的，这个属于警卫体制的集权控制，就是所有的高层人员的警卫集中由中央警卫局管控，而警卫是不归他们保卫的这些首长管控的，而是归警卫局管控。所以这些警卫他既是保卫人员，其实也是对高层这些最高，比方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对这些人也是监控人员。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因为在那里上班，我曾经找机会和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的警卫聊过。我问他说：“你们现在归中央办公厅管吗？”他告诉我，他们归中央军委警卫局管。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邓小平掌握大权以后，大概是在1981年，就把原来属于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机要局和保健局改归中央军委，由他直接掌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胡耀邦是总书记，中央办公厅对总书记负责，但是军队不由胡耀邦控制，军队仍然由邓小平掌控。所以邓小平把控制其他高层人员的3个局都放到他自己控制的中央军委名下，也就是说，胡耀邦是总书记，赵紫阳是总理，李先念是国家主席，这些高层人员的个人安全完全是由邓小平掌控的。那么为什么邓小平必须直接掌握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机要局和保健局？因为这个警卫局作用我刚才讲过了，那么机要局实际上也还刚才讲包括机要交通局和机要通信局。那机要交通局的作用是传送最高层人员之间的密件公文，
那么我经历过一次这种传送方式，就1989年我还在1986年春天我还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时候，那里的干部是要轮流夜间在值班室值班的，防备说半夜里有送来的机要密件。那么我值班时候正好遇到过一次，就是中共高层指定的湖南省省长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候落选了，结果湖南省省委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请示中央。那么湖南省委这是绝密，所以湖南省委不能用保密电话，也不能用电报传递这个绝密消息，所以就用急件派机要交通局的人半夜送到人民大会堂。那么机要交通局规定，夜晚送的秘密文件必须2人同行，而且不得在非办公区域交接秘密文件，就必须进到办公室里头去，所以他必须进人民大会堂。那么我到值班室，我呢就正好是那天晚上值班的，我看见他手腕上用铁链系这个小木盒子，用双锁封死的，他有一把钥匙，我值班呢手头也有另一把钥匙，这样才能打开小木盒，取出那个密件，然后记录存档。那么邓小平掌握了机要部门，也掌握了各地和北京的机要通信，所以重要的事情瞒不过他。那至于邓小平为什么要掌握保健局，是因为保健局负责高层人员的健康和医疗，谁有什么病，谁要吃什么药，邓小平都可以掌握。那么其他高层人员的日常警卫互相联系，还有健康医疗都由邓小平控制了，中共的最高权力在谁手里就清楚了。那么同样的，那些一举一动都被监控的高层人员能不能够另起炉灶，大家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实际上刚才讲的警卫、机要和这个保健这3个部门的控制，不仅仅反映出来中共的最高权力在谁手里，也反映出来中共中央这个办公厅的地位是处于实权还是虚权。那如果这3个部门不归中央办公厅管，中央办公厅就是虚权。那这3个部门如果回到中央办公厅，就意味着中央办公厅又变成了实权。邓小平活着的时候，这中央办公厅是虚的，没有实权。那么邓小平死了以后，江泽民以及后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把上述这3个部门呢，又回到了中央办公厅。我上次在节目里提到过，中南海北区的国务院总理没有警卫权和情治单位控制权，原因就在于说，中共只允许有1个最高领导人，而这个最高领导人可以决定所有其他中共高层的每个人的安危。那么在中共的领导模式，不管他是集体领导还是这个个人独裁，每换一个最高领导人，都会要把前任留下来这个警卫局长换掉。当然，他要找机会，要找理由。比方讲，习近平上任的时候，当时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长就是负责保卫习近平以及替习近平控制其他高层领导人的这个警卫局长，叫曹青，他还是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2006年担任中央警卫局常务副局长，2007年担任局长。那么习近平呢，想把这个人换掉，但是他是一直等到上任2年以后才找到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他这个中央警卫局利用习近平个人的专机从非洲走私象牙回中国。那么习近平知道这个事情以后，通过透消息给《纽约时报》和 BBC， 借外媒的嘴曝光这件事情。那么这样的话，曹青这个原来的中央警卫局长就被清洗掉了，换上了习近平的人。因为专机走私象牙最关键的角色呢，就是随行的警卫局长。因为象牙是中共使馆的人准备好的，但是专机停机坪上的警卫只有获得警卫局长的指示，才会允许装了那几吨象牙的那个箱子装到专机里去。所以事情一暴露，曹青就逃不掉了。所以在这种高层权力控制的制度之下，除非习近平本人不想干了，否则的话是没有人敢动脑筋去这个中国大陆叫做抢班夺权。因为谁要想这么动脑筋，那就死路一条。那么习近平有没有接班人？他会不会选接班人？
那么谁可能熬成习近平的接班人？这3个问题其实是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习近平有没有在栽培自己接班人？现在看来没有。那第2个问题是，习近平会不会选接班人？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想再单独来分析比较好一点。那第3个问题就是，谁可能熬成习近平的接班人？那么答案的前提是说，习近平你必须要选接班人。那他下面的人或许有人会慢慢熬资历、拼命做业绩，希望有机会。但是如果现在习近平不选接班人，那下面人再卖力也没有指望。